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胃食道逆流在我们台湾的盛行率大概26%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典型的火烧心的症状，所以造成很多人他其实已经胃食道逆流，他自己却不知道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些咳嗽，合并我们刚刚讲的声音沙哑，又是常常躺下来会比较不舒服，又常常会有一些胸闷，甚至常常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口臭，然后会有一些臭酸味的话，你就要小心，你是不是得到胃食道逆流咯？喝咖啡吃甜食，你胃食道逆流了吗？哎呦，你胃药广告看太多，我只是咳嗽而已，又没有食道灼热什么的。等一下吃了感冒药就好啦。你是不是又没看江批一件事？江医师有说，酷酷嫂也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哦。哈？没错。如果你长期一直酷酷少，喝咳嗽药水又不会好，小心你不是单纯的气管不好，而是得到胃食道逆流哦。之前新闻曾经报道，一位老妇人因为长期咳嗽加上胸闷，所以她一开始去看了耳鼻喉科，也看了胸腔科，甚至最后去看了心脏科，但是都没有找到任何的问题。结果你晓得吗？最后她在胃肠肝胆科找到了答案，原来她得到了胃食道逆流。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其实你想想看，所谓的胃食道逆流，就是胃的食物还有胃酸跑到食道里面了，它就会引起食道强烈的刺激，再往上跑就可能跑到你的咽喉，甚至到你的气管。所以一般胃食道逆流会有分典型的症状跟非典型的症状。所谓的典型的症状，就是因为胃酸跑到食道之后，你会有火烧心的感觉，而且会常常觉得咽喉里面有酸酸苦苦的东西。但是你晓得吗？有2成的人得到胃食道逆流，它不会产生典型的症状哦，它会产生所谓的非典型症状。有哪些非典型的症状呢？当胃的食物只是跑到食道的时候，你可能只是单纯的胸闷、恶心、呕吐而已。那如果再往上跑到咽喉的时候，你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咳嗽，然后有时候因为声带受到一些刺激，就会造成声音沙哑的问题。如果你是产生胃食道逆流非典型症状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的难以诊断。所以当我们长期咳嗽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分辨我们是不是胃食道逆流呢？其实咳嗽的原因有很多种，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感冒的咳嗽。可是通常感冒的咳嗽的时候，你除了咳嗽之外，你还会合并很多其他症状，比如说喉咙痛、流鼻水，或者是全身酸痛这些症状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咳嗽的话，一般来讲就比较不是感冒了哈。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过敏的咳嗽。那过敏的咳嗽的话，通常会是鼻涕倒流所引起的，所以你通常这个人还会产生一些流鼻涕啊、鼻塞的症状哦。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气喘的咳嗽。那气喘的咳嗽大家都知道，大部分都是干咳，而且比较容易发生在夜晚天气很冷的时候。同时你在咳嗽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听到你的胸腔可能会有咻咻咻咻的声音，那是因为气管缩起来了哈。最后你要怎么知道这个咳嗽可能跟你的胃食道逆流有关系呢？首先你可以发现一下你的咳嗽是哪些情况比较容易发生哦。比如说你是吃饱坐下来的时候比较容易咳嗽，或者是你在睡觉平躺的时候比较容易咳嗽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你这2个事情一做了之后，你胃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流到食道里面去。第三个就是说，如果你常常觉得平常里面咳嗽里面好像都觉得喉咙里面有痰，什么清都清不干净，也要小心你是不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。另外就是你会不会常常会有一些吞咽困难啊，或话说到一半啊就开始咳嗽的现象，然后同时合并声音沙哑。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情形，你的咳嗽就可能不是单纯的气管不好，而可能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哦。其实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胃食道逆流在我们台湾的盛行率大概26%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典型的火烧心的症状，所以造成很多人他其实已经胃食道逆流，他自己却不知道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些咳嗽，合并我们刚刚讲的声音沙哑，又是常常躺下来会比较不舒服，又常常会有一些胸闷，甚至常常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口臭，然后会有一些臭酸味的话，你就要小心，你是不是得到胃食道逆流咯？江批一件事，关心健康，所有事。